想茁壮失败。我明白你的意思啦。反正呢，他有10根手指头，剁完之后还有脚趾头啦。我们有好多时间慢慢陪你玩再叫他多掉1根啦。等一下，求你不要再伤害他了。怎么了？你想通了是不是？我户头里面还有30万的现金，你先拿去好不好？30万还不够塞我的牙缝了，不过也 OK 啦，就当做先是定金，先收下来但是你那个提款卡密码是多少啦？密码5244。5244，我爱自治。里面，拿对了，快点回来，浩志，你有安全不？你的手指头还在不在？手指头还在，只是脸很痛。蔡浩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怎么逼你老婆，叫她讲出你家的电话号码，她打死都不讲，竟然还用她的私房钱想要来买你的手指头，也算是有情有义啦。不过很可惜啦，你们夫妻的缘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你摕你的钱回因哦？他们就说要剁你的手指头啊，不然我能怎么办？因有甲你安那无？没有。好了，你们2个要恩爱到此为止啦。我们可是没有那个 America Time 的陪你们玩啦。你人嘛拍，钱嘛摕啊，无是要安那啦？我靠！快去接电话！刚不是警察？哎呀啦，我不敢，你去叫。哎呀，你去啊！喂，医生你好，这边是柜台，提醒你休息时间快到了，需要加时吗？喂，医生，请问你听得到吗？喂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休息要该继续啦。喂，医生，不好意思，声音有点小声，可以请大声一点吗？我休息要该继续。喂，医生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有点小声，可以再大声一点吗？我 QK 要改大名来听无？现在改住宿是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现在马上帮你做更改，谢谢您。奇怪，这声音哪这熟悉？你这个叫做回光返照啦。因为你的喜期快要到了，所以你的过去呢会像是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的出现在你面前。你不用担心啦，这黄泉路上有你的老婆陪着你，你不会孤单的。你要被他踩过头，快点！你不要乱动啊你！其实因某生了嘛袂歹，身材阁好，出来做生意，也是阿姐夫人嘛真好啊！你们我没来哦。你在紧张什么啦？反正你们都快离婚了，我们要对他怎样也不干你的事了。恁要偌济钱款互恁啦，但是恁若敢动了诉请啊吼，我用命甲恁赔。好
要假装那边有情有义的了。你们都要离婚的人了，还要演这个苦肉计，是要演给谁看啦？没用的啦。就是说妹，刚才吵到要打架，现在又可以爱到为对方去死，啊！你们到底在演哪出戏？我们根本看不懂啊！这个叫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啦。你们这对假面夫妻，只有结婚证书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哈哈哈哈！不是，我对浩志的爱，从细汉到今晚拢是真的。浩志，从细汉咱就生做伙，有男生欺负我，你就会帮我出头。我功课不会写，你会教我。你对我好，我一直记在心肝内。所以我就决定，我大汉了后，一定要做你的新娘。不过，就是因为我伤过爱你啊，我惊会失去你，才会想要甲你绑伫我的身躯边，甲你逼到喘气。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太太，也毋过我对你的爱绝对是真的。说，反正我也听不懂，到最后我决定不给你机会。素卿，歹势，因为自细汉咱读册的时阵哦，你一直甲我念条条，我会足惊结婚了我会失去自由，所以我才逃婚的。但是拄则我挑着要甲你伤害的时阵，我才知影，伫我的心肝内，你是遐尔啊重要。假使会使搁重来吼，我一定会好好啊珍惜这段姻缘的。不要紧啊，会当死做伙吼，我嘛甘愿。咱袂死啦，咱阁有真侪代志爱做的。卖个拍啦，放开啦，大同没穿开啊啦，好啊啦，浩志甲放开啦，放开啦！啊，那是恁啦！那无安尼，你阿某来和好啦。我咧这几个绑架案拢是恁咧变鬼变怪哦，你有够过分的啦！我拄则叫想我要死啊咧！浩志啊，你要怪就怪我就好啊啦，这拢是我一样注意的。人家说患难见真情，不用激烈的手段，你们怎么说出心里的话？你有够无聊的啦！你哪安尼讲啦？这个路见不平，气死人啊！哦，不爱插你啦！手机手会听无？啊，你咧，你去拍到伤无？我就用的啦。你看，今晚就恩爱的嘛。和好以后，浩志变得好温柔，好肉麻。我要来等啊！我来浩志。你要倒啊？等你啦，是要倒啦？哎呀，等来厝啊要倒。哦，要走嘛是阮走，无阮创啊要订motel。行啦，加油，加油！那个我啊，对啦，素卿啊，你的提款卡密码吼，爱记你改呢，密码5244，我爱自治嘛。
对啦，你都要创啥啦？歹势啊，阮工体就爱创敌人诶。耗子，你们追我，还没有搞啊？叫我等等，第三你们有人没啦？我确定过啊，无人啊。你要搁啉木瓜牛奶无？免啦。你细汉的时阵啊，若啉果汁，拢爱啉2杯才有够。我过来买。妈，真正免啦，我拢还袂啉了。你若想要食啥，再甲妈讲。我是真正袂晓，我有一摆过去，你莫哭。我是听着你叫我妈妈，我伤过欢喜。你送我一包幸福，我嘛已经挂起来，多谢。放心啦，听妈妈讲什么多谢，我照顾你是应该。啊，不过你为着我，恁厝嘛得去底啊，我拄则你拢看到啊？陈浩人一定有人去手大做错菜，你一个人去找伊，真危险的。你若遐敲电话给我，讲陈浩南要来便宜找你，我就紧走来啊，哪有去想遐济？其实恁爸要走路进前，有来找我。我去找你做啥？意思就是要甲这条桥，要等候你来遐来拍。实在有够自私的，拢无想到，安尼做，若去害着你阿兄，嘛去拖累着你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准备要甲厝摕去抵押。我真正无应该相信爸的。煞去啦！为着卖互你兄弟啊，个乌道走咧种，200万我替伊还不要紧。妈，你免感觉亏欠，这是妈欠你。你愿意认我这妈妈，我已经真安慰。阿爸，咱总算一家团圆啊！小刚，
以前，嘛不是调工要甲你找人放伫福利院外管理。爸，代志过就过啊，那个放袂好吧？你无怪妈，不过我感觉真袂得过。妈一定要互你知影原因。迄当时你互警察抓去了后，我本来想要去看你，是恁爸甲我挡住后摆互我去。佮讲我若敢去看你，伊就要检举暗帮，嘛有甲人拍着伤。妈，你根本免想到伊的威胁，要叫人去关，我都叫人去关嘛。啊，不过迄时阵，你拄仔要去读中正预校，若出代志，你一定互开除的。恁爸就是利用这点来搞威胁，不准我甲小刚见面，我一定唔敢讲出来。我是惊小刚知影了后，伊会怨叹，因为我这妈妈大细心，顾你我顾着小刚。小刚，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，这些都要怪爸，他就是怕失去我才会这样。只不过他用了比较不好的方法。过日拢已经过去啊，以后咱一家口仔3个人好好过日子，莫讲互人欺负咱。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。士官长，你请假的公文已经下来了，有空呢来办公室拿吧。好，连长，我知道了。申请了这么久，公文终于下来了，心里的调试还好吧？虽然说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可是一想到要面对全新的挑战，心里难免还是会紧张。当然啦，人在面对一个未知的环境啊，都会有一些紧张的。更何况你接下来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。连长，你来新训中心之前，是不是曾经待过特战？是啊，特战队训练啊，真不是人干的。山训、散训，300公里急行军，不只挑战你的极限啊，每项训练都具有危险性。我现在想起来啊，当初啊，真不知道怎么撑过来。哎，不过啊，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我相信啊，你一定办得到的。不要紧张，放轻松。如果遇到什么瓶颈的话，连长非常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问我。谢谢连长。不好意思啊，吕班长，吕班长，什么事啊？什么？士官长的妈妈要找我。哦，对，于班长，你到会客室把王妈妈接到我们连上来。好，好，待会见。连长，是我们要来找你啊。是啊，你妈要来，你不知道？哦，那回连上再说吧。好。报告，下次班长于善报告，请示进入连长室。请进。谢连长。哦。连长啊，王妈妈来了。连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你们都要放假了，还来打扰你。哎，没关系啊，请坐。啊，谢谢。妈。坐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是这样，听我们家丫头说您最爱喝乌龙茶，所以啊，我去我种茶的朋友那边拿的。哎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。不会很贵，可是它是道地的台湾乌龙，绝对不是什么越南茶。别跟我客气，尽管收下啊。这样的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这于班长，来拿去泡2杯茶来。是连长。
其实我一直把盛楠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。她所做的事从来没让我操心过，也没让我失望过，所以我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王太太，下次你来那个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说真的，我今天来也是替我们家盛楠好好的要感谢这么照顾他的长官。为人父母的就是这样子，怕自己的小孩吃苦，也不奢求他什么大富大贵的，只求生活的平安顺遂就够了。连长，你说对吗？哎，对，你说得好，这个平安就是福。对嘛，既然连长跟我同样的想法，那事情就简单了。我今天真的来对了。妈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嘘，大人在讲的，今天两我听不嘴哈。哎，黄太太，你有什么话呢，就直说无妨了。是这样子，连长，我们家盛楠说他要去特战，我怎么反对他就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所以我想麻烦连长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下，因为您是他的长官，他又这么的敬重您，您的话他一定听得进去的。这个我妈，你就不要再为难连长了啦。不要吵，如果不是你一直要进特战，我会麻烦连长吗？王太太啊，盛楠呢，他提出这个申请已经1年多了，我相信他是考虑得很周详才做这个决定的。当初他念军校，我记得一定很反对。后来我听说他在部队里都是当文职的，我才比较勉强可以接受。可是特战部队不一样啊，光是跳伞就可能要人命了，叫我怎么放心呢？来，伯母啊，先喝口茶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就好了。是，哎，于班长，你坐。谢连长。这个王太太啊，我可以体谅一个母亲担心孩子的那种心情啊。那其实我们连上也有个陆生他的状况跟盛楠很像，就是他的父亲也不赞成他去当职业军人，一来呢是觉得他的能力不够，二来就像你一样嘛，怕孩子在部队里面吃苦。后来呢，他用他的实力来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到，所以就这样子说服了他的父亲，也因此他爸爸就答应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都长大了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路自己去闯，未来走的路是对是错，他们都要自己勇于承担，这就是他们成长的必经的过程嘛。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就是能不能放手让盛楠他自己去选择，也许他自己选的路才是最适合他的，你说是吧？我就是太放纵他做他想做的事情，结果呢越来越离谱。如果他万一做了什么事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妈，你不要这样啦！我跟你保证。你保证什么？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国家会赔我一个女儿吗？国家不能保证，我可以保证。伯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盛楠，不会让他发生任何一点意外。你不是要退我了吗？我就是签下去。于班长，你确定真的考虑清楚了？连长，那天跟你聊完之后，我发现军中生活多彩多姿，是我向往的生活。我决定追随盛楠的脚步，
跟他继续特战，一起磨练。伯母，我向你发誓，如果你把圣男交给我，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让圣男伤到任何一根汗毛。于班长，你怎么说的像是在提亲一样啊？我是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知道圣男的想法怎么样。善人，你真的很喜欢我们家丫头哈？你对她这么有心，阿姆是就甘心的啦。可是我还是很坚持，不准你进特战。王太太啊，我知道你们个人有个人的立场，我是个外人，也不方便说什么。我是希望你们母女俩能够坐下来，好好的聊一聊。王士官长，是，我很尊重你要进特战的这种意愿，但是我希望你要好好跟你妈沟通一下，毕竟她是你的亲人嘛，是不是？我了解。连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家务事耽误你这么多时间。既然你做不了主，那我先告辞。好，那你慢走了。士官长，送一下你妈了。连长，我看我送我妈，我是送圣男的妈妈出去好了。要。善人，你真的很会逗阿木笑哎。阿木，你刚才跟我讲这些话，之前好像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。我送你出去吧。连长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慢走。有好食无？好食。好食，加食一罐吼，再搁有豆干，搁海带。哇，这个赞！妈，小公主咧病伊真勇，你叫伊食较济，伤油啊啦。袂啦，那家弄的物件吼，少油少盐，吃了上健康啦。哥，你是独占妈的卤味太久了，现在多人跟你抢，会吃醋吧？我才不会这么无聊哎。不过那么久没有跟我抢食物，大很怀念。你放心啦，以后吼，我会甲较早同款，替你兄弟啊，一人准备一份，拢袂小抢啦。啊，谢谢。对啦，你的房间吼，妈已经替你整理好势啊，等你出院吼，都搬转来住，知无？妈，我这边伫咧做兵呢，就算出院，嘛是要登去部队啊。嘛是要准备好，等你转来啊。敢若讲话煞袂记的，我阁有约人来厝的电邮插啦，我先来转吼。妈，我送你出。唔免啦，你留喺遮吼照顾小刚啦。我等下我阁买菜市啊啦，后日小刚过生日，要煮较清炒咧。对啦，小刚吼，等下要食卤味的时阵，你还会记吼，把汤我烧吼，妈，等有食。莫搁交代了啦，你搁交代落去吼，我都要食醋啊啦。对，我送你来。小刚，妈来等哈。好。我先送妈出去。回去小心。请问孙排长在吗？他不在，出去了。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有份文件。你就是罗刚吗？是啊。怎么了？因为你的伤势比较严重，如果要办理停役在家休养，就要先填一些表格。可是我记得不是可以留营休养吗？这样就不用办停役，役期也可以继续服完，不是吗？是这样没有错，这就要看你自己了。不过你的伤势比较严重，以后膝盖弯曲会有问题。以前有很多这种病例，
在复查的时候就直接退役了。既然直接退役，不如在家里休养会比较舒服啊。这是停役申请表，如果你要申请的话，就麻烦你把表格填好。如果你还要考虑的话，我过2天再过来跟你拿表格，或是你把它填好，交给孙排长送回连上也可以啊。孙排长回来的话，再麻烦你跟他说一声。小刚，你看，这个菱角啊，是妈刚特别交代我一定要买上来给你吃的。看到我跟妈和好，你也可以去西点军校，这样结局很完美啊。如果你的脚不受伤，这样才最完美。我看你想说的是，如果我没有被退役，这样更完美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不要再瞒我了。我知道你不告诉我，是怕伤了我的自尊。但我想问，妈知不知道这件事？知道。所以连长、士官长，全部的人都知道，就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。我还为了我可以下车站很高兴。我怕你知道会无法接受，所以我想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再告诉你。适当的时机？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机啊？这种事情我迟早都会知道的。我知道我隐瞒是我的错，但是我看你这么期待想要去特战，可以重新开始，我根本就说不出口。我原本以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，但是我现在终于懂了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可以去军校，而我就要去少年抚育院，甚至做了混混。因为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，都是我的宿命。从入伍开始，当了收枪代表，打躲避球，甚至监测也过了。我真的曾经以为我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是没有想到，我错了。所以我认，但至少我做过，而你也没有被我连累到，这样不就够了吗？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一样恨我，把你丢下不管。但是我不希望你把所有事情都染在自己身上。你知道这样我也很难过吗？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大吼大叫，还是大哭一场？还是把所有人叫过来，说为什么不是你们腿断，而是我腿断呢？就因为我命贱，我该死吗？我只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我关心你，妈也关心你，还有很多人都关心你。你们的关心，对我来说，就是同情。我不需要别人同情我。排长好，哎，回来了。你们来的刚好，罗刚一个人在医院很无聊，陪他聊聊天吧。来这吧，交给我就对了。排长，如果你要忙，先去忙没关系啊。
先出去了。嗯。哎，杨医生，这鸡腿闻起来好香，好像很好吃哎。多可以！哎，病人的东西你抢着吃，这写安暖哈？没关系啊，你吃了。你看吗？我开始问到底呢。Thank you。你哈。老公，考较好无？有啦。啊，你面色看起来怪怪，是安怎样？没事。啊，教练，后天的庆生会哦，我已经在帮你筹备当中了。节目内容先暂时保密，寿星只要到就好了。有事讲啊。大鸟。哎，马龙呢？马龙你在哪里？我们在医院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不能回来？为什么？年轻的心，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喊一声左右标齐，天天跑步，我爱跑步。为美好的岁月铺左右标齐，天天跑步，我爱跑步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将年轻飞扬云端，让阳光付出色彩，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将年轻繁殖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。来吧，年轻人，走向生命的坐标。脱金法，上级，冲击，冲击，砍平，反击，冲击，冲击，砍平，反击，冲击，冲击，砍平。为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，上帝，上帝，年轻的心，上帝，干杯！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。我们的年轻的你。赤脚手都已经上几趟了，还有人动作这么绝，看知道哪一道的掉了，请你有多加强严格的训练。是。所有这个人。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将年轻繁殖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。来吧，年轻的，投向生命的坐标。来吧，年轻的，迎向茁壮的时代。
新兵石俊在。你干嘛？你干嘛选一大头？8号。新兵石俊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一次投掷。投掷。爆米花。投掷。干嘛丢啊？我叫你丢手榴弹，你丢棒球啊？你以为你是王建民啊？回场丢。哦。你干嘛？我叫你丢手榴弹，你往上面干嘛？我被你炸死，你才被炸死了！回去重排！莫名其妙你！这里吗？这里吗？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。这里吗？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还你一段笑容。那是这里。哦。不必认懂，不必认懂，只要不醒过来，这就不是梦。请看着我，请拥抱我，体温别流走。想说，好多事要做，请天空给我，请时间给我，再多一点停留。身为一道彩虹，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。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还你一段笑容。够了，我爱你，不必认懂。爱的你都有感动，请牢记在心中。成功岭，我军的摇篮，新兵的训练中心。我是少尉排长孙安邦，陆军官校毕业，来到成功岭，训练精实的部队，让国军的教育更扎实，就是我唯一的使命。
曾经，当个军人是我的天职，培训精实的国军是我的使命。但这样的我，是妈长久以来的隐忍，跟小刚残缺的过去成就而来的。也许，他们才是我应该捍卫的目标。也许，我该卸下军装，担起为人子、为人兄长的责任。我知道啊，你要转调特战队是不需要经过家长同意的，可是毕竟她是你妈妈嘛。如果你能跟她沟通沟通，得到她的支持，我相信将来你在特战队的训练会比较顺利。连长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再好好跟他说的。报告，少尉排长孙文邦请示就连长室。来，请进。孙排长，连长啊，那我先离开好了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你走。孙排长，你不是请假回去照顾罗刚了吗？什么紧急状况把你调回来了？我想跟连长说，我不想去西点军校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为什么要放弃呢？罗刚，他知道他被退役的事情，现在整个人都很沮丧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陪他，不出国进修。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罗刚只是没有心理准备，所以一时无法接受。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定可以振作起来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忙辅导他，照顾他。他没有你想那么脆弱。你也很了解他，他有什么苦，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吞。他不会跟别人分享他任何事情。当初，妈为了保护我，放弃了我。我衣食无缺的念完了军校，他却一个人流浪街头。现在还发生这种事，我绝对再也不会离开他。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的，军人是没有权利选择战场的。虽然说出国培训是采自愿制的，但既然上面调你去特战队，就表示他们已经点名要你去参加培训了。如果你拒绝的话，我担心我可以自动申请退役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乱，但年轻人做事不要那么冲动。明天呢，我去上面帮你沟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帮你转到别的地方，好让你就近照顾罗刚啊。连长，不用了，你已经帮我太多了。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可是你别忘记了，你还有很多理想跟抱负要实现。之前被停职调查的事情，你不就是挺过来了吗？现在因为弟弟受伤的事情，你就要放弃了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惜吗？看你脸上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放不下了。如果你这么草率就放弃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将来你肯定会后悔的。如果换做我是你啊，我一定会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但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退役的。因为军人这份职业是我一生的荣耀，而这几套军服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资产。里面有我在干军班当班长，之后到陆军官校进修，
然后跟排长、连长所穿的军服了。每一套军服的背后，都有我从军难忘的回忆。在这过程之中，我也曾经受过挫折，甚至想要退伍，但最后都坚持下来了。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些军服，还有这些勋章，就让我想起我曾经吃过多少苦头，接受过多少磨练，才有资格穿上这身军服。我还记得有一年水灾啊，那时候我刚好在金六节，就是穿着这一套军服去救灾的。有一幕啊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呢。那就是啊，每个弟兄啊，就撩起了裤管，然后呢，背着那些受困的民众啊，出灾区。他们脱困之后呢，不断的跟我们鞠躬道谢，甚至煮姜汤啊、煮面给我们吃，一直到现在哦。还有几个民众啊，在每年过年的时候，都会写贺年卡来跟我拜年，谢谢我坚守岗位，为他们守护家园。我每次想到这些经历啊，就让我觉得我的坚持是值得的。我真的不希望国家培养这么久的优秀人才就这么离开了。连长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，好吗？是，谢谢连长。不过你的伤势比较严重，以后膝盖弯曲会有问题。以前有很多这种病例，在复查的时候就直接退役了。起来！来，找我们！赶紧我弟弟，这是我的。我走。你们走开呀！那是我弟弟。小刚，快跑，快走！不敢相信你就这样的离去。昨天那场痛苦的曾经我迷失自己，曾经我想过放弃，我怎么抉择，我看不清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理想它一直都在，只是恐惧。你那还没穿，这爸爸我睇。你在冲啥？是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。稍微呢，以我的身份，应该够资格当他的保证人吧？来，带人家抢你啊，邓英啊！你是我生命的太阳，
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。是你给我梦想，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。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。这200万是我甲即摆住的厝，伫银行底下才撞到的。我当然嘛爱甲你讲清楚。这200万的小停清了后，罗刚甲孙安宝就甲你参无到水无流。以后罗道村若搁欠钱，你家己去担。你若搁加来加了罗刚，我这条老命就甲你赔。是你给我希望。我的脚以后都没有办法正常活动，那跟残废有什么差别？别说当军人，连去做苦力都没有人要。难道我要走回头路了吗？还是要靠妈跟哥养我一辈子？这些日子，我已经给他们带来那么多的麻烦，不能再拖累他们了。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，你是我心中那道最。巴龙，巴龙，巴龙！哎呀，我是叫你回来帮忙，不是来度假的。哎呀，动作快一点啦！哎呦 ，fuck it， 都采收那么多天了，还剩那么多，一定采收不完啦。话是这么说了哦，那个你爸爸哦，这交代一定要赶快给他采收完毕啊！哎呀，没关系啦，能做多少算多少了，好不好？也行。你们怎么在那里？哎，法龙，哎，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来偷桃子哦！拜托，你有每个人都是推口。不然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啊，你不是人手不够，反正放假也没事情，就过来帮忙啊！怎样？够义气吧？你们会来，我感动。那当然，但是我为了你放弃跟玉婷的约会，我看你怎么赔偿我啊？那可不一定哦。喂，你们可以进来了啦。哦，好。哎，你说嘞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爱，让我们在一起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是因为小燕跟我说这里需要人帮忙，而且有人放我鸽子。我不是故意要放你鸽子，我想说，反正我跟你讲你也不相信，我就没有解释啊。早知道你要来的话，我就约你了。有枪花掉，懒得理你。教我怎么摘这个桃子？好了，我来找一下红的，好了。红的哦。现在我跟你讲话。对。啊，看到这种红就可以摘了。记得桃子要拔的时候，要用右手来拖住它，因为它怕撞啊。然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来翻转它，翻转哦。然后记得果柄要留下来。玉婷小姐，玉婷啊，你就不要再生海生的气了啦。他还只是想来帮拔龙的忙啊。对啊。那我们一起努力把这边一起采收完，天黑以前收工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加油！来了！1、2、3，加油！哎！
手爽啊，一直乱摸。再摸嘛，可恶啦！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跟着我？我没有一直跟着你啊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们两个心有灵犀。我想走路跟你想走的一模一样。最好是。玉婷，玉婷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回答我？什么事啦？就你愿不愿意当我女朋友啊？好，那我问你个问题。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我有给过你一封信，你有打开来看过吗？有吗？你看吧，我就知道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可以相信啊？只注重外表。小的时候我戴一副眼镜，你就对我不理不睬。现在我长大了，变漂亮了，你就对我死缠烂打。像你这种人，谁能保证你以后如果看到更漂亮的，会不会就变心啊？我要是会变心，在你拒绝我2次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变心了。以前的我，从来只有我拒绝别人，没有人可以拒绝我。不过当过兵之后，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，最重要的就是责任感。我觉得以前的我太过幼稚，也太过轻浮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你可不可以把第3件事情跟我说？爱神，爱神，呜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。你很烦呢，走开啦！我不看，我不看。快乐，让世界随时都发热。一有爱就要慷慨，专门往荒芜灌溉。爱是神，威力沸腾，主宰着所有的过程。跟着他开始出发，到处去让梦生还。风高漫魔风采快站出来，每条街都是个舞台，秀马上就要展开，傻瓜才慢半拍。做一个万人迷，眼睛就是发电机，让世界历练着你的魅力。做一个万人迷，朋友在身边有劲，乘着阳
们可怜可怜我，你们的班长是真正的班长，我们的班长是人家丢掉的，我们把它捡起来。给你，这还没熟哎，大木。你要叫我什么？在告白呢。小可爱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大董说的没错，你们女生喜欢甜言蜜语。很高兴你来这里帮我忙，我也很开心你也来，谢谢你。因为哥哥说你家需要帮忙啊，而且我刚好也想要到户外来散散心，所以不用客气了。小叶，这个送你。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服饰，我之前就想送你，我特别为你做的。特别为我做的吗？哦，谢谢你。对啊，这特大号1 size，你应该穿得下吧？特大号。说错什么？马龙，马媚娘问我啊，我是达人来的哎。不要相信他，上次去夜店他被打枪。放屁！来，谢！哎，我们家里腌的，好吃来，吃着。哇，好吃！来，姐，好贵，好贵哦！来，吃一下。好饮料，哎，我这里还有哇，喂，这个感谢你们一天的帮忙哦。为了谢谢你们啊，晚上我带你们到部落去拿饭，快乐好不好？哦，阿姨也呀，你也呀，哦，阿姨也哦呀，哦，阿姨也呀，你也呀，哦，阿姨呀哦呀。一把年纪，你想茁壮的时代。